各位路人甲乙丙丁，大家好。这一集我们要来谈使用比重计分析土壤细料的粒径的重量比。上一集我们已经谈到如何使用筛分析去对土壤做粒径的重量分析。那200号筛以下，我们会在底盘得到了一堆细料，这些细料无法使用筛分析去分离粉土和粘土。还记得它们的差别在于0.002公里，因为人造的筛网技术目前无法达到这么精细，所以就必须使用比重计的方式去将这两者分离出来。而分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在纯水中颗粒越重的会沉淀越快，而粉土和粘土同时丢到纯水中，先沉下去的是粉土，而粘土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所以会一直悬浮在纯水上。好，那我们就来先谈一下这个实验的步骤，大约是这样。首先底盘取出以后，我们会先称个重，得到 Ws， 然后再透过阿基米德原理得到土粒比重 γs， 然后呢，我们就会用试管装入纯水，还有适当的分散剂，然后就把所有的细料丢进去以后，搅拌使其均匀分散，然后再把比重计插进去。各位可能比较少看到比重计，那在这里我们先来补充说明一下，比重计其实它是有一个头，然后它在身体上有刻度，上面简单来说就是插入液体中以后，你就可以直接从刻度上读到这个液体的比重。那在纯水一大气压4度C 下，你去把比重计插进去，它会显示出来的刻度是1。那当有比重大于1的物质混掺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它的刻度会显示会大于1。而在这一个例子中，我们定义为 gamma T1，T1 就是一个起始的时间点。那我们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经过，细料渐渐的沉淀，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呢？假设所有的细料都沉淀在下面，那它又会恢复成原来的纯水。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实验就是从 gamma T1 随着时间慢慢最后变成1的过程。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假设一开始的时间是 T1， 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些沉淀，有一些没有沉淀，而这个时间我们定义为 T2， 也就是说中间过的时间为 Delta T， 而比重计也慢慢的在这个时间内下降到这个位置，总共走了 L 的距离。那这个 L 距离其实可以直接从刻度上面去推得，这个并没有问题，是一个已知数。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假定今天这个比重计就好似一颗具有代表性的细料，那在过程中它慢慢的下降，虽然还没有沉淀，但那些相较于它已经沉淀的，是不是就可以视为比它还要大的颗粒呢？这个就是比重计的基本原理。所以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这一个比重计所代表的颗粒粒径到底是多少呢？那科学家透过了颗粒在液体中的终端速度的有一个公式，然后再从那一个公式推得了这样一条公式。那这个其实考试基本上不太会考，如果有兴趣的就请自行参阅。那这一个公式基本上就是代表了这个比重计它所代表的直径。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一条公式，它其实全部都是已知数，只有这个代表粒径是未知数。那 L 就是比重计它移动的距离， Delta T 就是它这一段过程中的时间，那 μ 就是水的粘滞系数，
那这个是由查表去得到。那伽马 W 和伽马 S 都是已知数，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到一个直径。那这个直径就代表着比重计它所代表的颗粒直径。那第二个议题就是在这个已沉淀的颗粒重量是多少呢？那总之呢，我们透过这个公式可以得到到底目前未沉淀的土粒有多少重量百分比。那这个就是 N。那求出未沉淀的重量百分比后，当然就可以反推已经沉淀的重量百分比，就是1减 N%。好，那我们再来看，假设今天我们需要画出一个土壤粒径的分布曲线。那这个比重计所代表的大 D， 其实就是类似筛孔的角色，我们就先注记在这里。那在这个单位时间内，我们可以算出已经沉淀的重量百分比，那就是属于在这个区间里面，就有点类似是停留在这样一个筛孔以上的土壤颗粒，而其余的就是归类在这边。这个过程可以重复好几次，也就是 T1、T2、T3， 我们可以一直去切分 D1、D2、D3， 越切越细。总之，最后要切到 0.002 以下，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分出粉土和黏土的重量百分比分别为多少。好，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拜拜。